启奏大王，家父年迈，昨夜偶感伤寒，不能起身行朔望之餐，伏请大王恕罪。胡令公是从死人堆里杀出来的人，也会为心病所惑吗？自幼随皮夫子读史，以观历代兴替之事，直至今日方才明白，什么叫做一朝天子一朝臣。袁相公，昨日殿上之事，家父实在心有郁结，怨怼之情，或是有之，不臣之心，断然未曾有。国主亲问起居，自先武肃王开国以来，令公是第3人，此乃旷世恩典，足保子孙荣宠。大王临府探病，亲问起居。开国以来，受这等恩典的，一个顾和尚，一个罗秀才，便再无其他人了。如今，老夫算一个。大元帅地下有知，要骂老头子，不知上下好歹了。大翁走了快20年了，便是他老人家在日，也不见令公会怕他。茶里有毒。大王前来，究竟何事？月黑风高夜，令公有胆孤身入府来见洪楚。如今令公病了，洪楚自然要亲身探视，以全国家固为老臣之意。大王本该原有这样的担子，吴越也何该有这样的大王？令公的病可大好了？那要看大王给老夫开的是什么药。这吴越国本就有令公一份。吴越一军13州，100万军民疆土，不是我阿翁一人打下来的，自然不该前世一性所有。若是把吴越一国当成一桩买卖营生，吸出若干谷子，顾中武功，罗中肃功，令公自然全该有之。吴越之主，不只是我家阿翁和阿爹，
中武公、中肃公、令公，皆是啊。水丘氏呢？也是。是。水丘一门亦是吴越之主。老臣跋扈专权，擅杀大臣，动摇国家根本，使江山社稷既有不测之危，何该万死，请大王治罪。我恕你的罪，不为胡氏，不为水丘氏，只为吴越。王仁恕，老臣待胡氏满门，谢大王宽宥之恩，保全之德。令公，许多不该死的人已经死了，咱们吴越不是中原，不能再有无辜之人再枉死了。大王之言，便是吴越之法。臣谢大王厚恩，臣愿为大王效死，肝脑涂地，在所不惜。大王千秋。臣等愿为大王效死，大王千秋。臣等愿为大王效死，大王千秋。你是因何不杀他？他有罪，杀了也并不无辜。可杀之后呢？他不是一个人啊。他们那辈人提着脑袋厮杀，江南半壁偏安之局，就是他们用命换来的。杀了他，他留在军中的那些故旧杀不杀？杀了他，胡家上下满门良贱杀不杀？杀了他，朝中那些党附于他的大臣杀不杀？他们都该杀吗？你本不是这种优柔寡断的性子。
昭烈在当阳，不肯弃百姓，福济大事必以人为本。前九郎定会杀他，可吴越国说，需礼敬他。胡进思，我知朝政，国之主事。他是这般说的殿上拔刀之时，眼见他的飞扬勇决，只道是他比忠献王六郎君还难侍奉的精明雄才之众。谁知他竟比先文穆王还要仁厚绵软的性子，这样的人如何坐得稳社稷？他不像先王。哦，你以为先王仁厚，那是因为你老子动摇不得他的王位。先王对功臣、对朝臣、对不相干之人，不可谓不仁厚。可对亲兄弟呢？两个弟弟说啥就啥，连眉头都不皱一下。那一支前世子孙也被废为庶人。如你是前世宗室，还会以为他仁厚吗？能杀人，却也能爱人，那不是先王，是老王。肃王。当今这位大王，像老王一般，是个清楚。臣台州长史沈莹叩见刘后。先生不必多礼，我还是昨日之我。刘后慎言，已经不是了。是，沈清良言，我记在心里。自即日起，我便称卿为虎子。臣的表字犯刘后之自讳，臣请改之，以全礼制。不必，我先改了。文德，正是文德。京师冯令公帮我改的。刘后，袁相公觐见。大王，大元帅府判事厅从汴梁得来的旨报，出什么事儿了？
天子圣公不渝。陛下圣公不渝，为大统计，请陛下颁布一制，册立太子。于兄嫂对我不好，是我自要嫁你的，和兄嫂有什么干系？最稀罕听你的言语。我从军去到俺家的钱粮，别回来去地过。我等着你来。他走了。父皇，皇后，冯令公、苏相公，此非卑妾自伤之时。陛下大幸，国不可一日无主。周王任孝，国之长嗣，请皇后与诸位丞相拟定一制，封周王一称大统。相公们自行决定便是，让我们再待一会儿吧。公元948年正月，后汉高祖刘知远病逝，烽烟初定的山河骤然失了主心骨。高祖次子刘承佑年方18，受遗命继位，为昭示程序，安定人心，沿用先帝年号前佑。然而主少则国疑，后汉政权自此步入多事之秋。周王承佑可于就前继皇帝位，共辅圣制，同图康公，主者施行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各位拜见冯令公，拜见两位相公。文中不必多礼。究竟出了何事？李守贞反了。何征甫，这块石头落下来也好，忍了他1年有余。哼，
如今他公然作反，这块农庄也该弯了去了。征伐河中府，河东出兵最为便业，900里路程，骑兵11日就可以到了。允刘崇为北平王，加中书令，他应该愿意出兵。可陛下不愿意。刘崇贵为皇叔，大秦皇帝曾有一立为储君。陛下刚继位不久，年在右冲，心结难解，也是人之常情。河东之兵还需备边。契丹是万甚之国，虽一时内争不止，然则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有刘崇在河东一日，北边之兵便不可轻举妄动。若刘崇离开了太原，那镇守在云中的耶律踏烈、耶律狄禄便会南下雁门，叩问虚实了。文仲，此番怕是要你亲自走上一遭了。阿娘在的时候说过，在家千日好，在外一时难。平日里记得冷暖要增减衣服，吃饭要按照时辰。你胃气不好，忙起来1、2日水米不打牙也是有的。自己还是要在意些，莫要太恣意了。又不是头一遭出兵放马，哪来这么多裸澡？下来，哥，自己玩去啊。阿伯做了天子，多少好东西供奉着，还是53岁便没了，什么缘由？还不是早年征战，伤寒入体，杀伐自身，多少老伤病痛落下了根儿了，这才没能挺过来。娘子良言，国荣谨记在心。放心吧，我绝不会让你年纪轻轻的便守了空房。你若死了，我肯定不会为你守着。这样的年月，生生死死的都是寻常事。你自家知晓轻重便好。阿姐，哎呀，一哥，你倒是不太知道轻重啊，你啊！公元948年，即后汉乾佑元年，郭威亲率大军讨伐叛乱的河中节度使李守贞。李守贞之叛，早有因由。他本是时势不中，与先帝本为同列。契丹南下，汴梁生乱，先帝入主大宁宫，他心里其实是不服的，只是慑于先帝声威，不得不蛰伏待机。如今大兴天子宾天，新君继位根基不稳，他自以为朝廷顾不上他，索性便反了。令公以为呢？李守贞狂悖粗疏，必不成器。只是需防着南唐李家趁火打劫。是。朝廷要平李守贞之乱，1、2年间无暇难过。南唐李氏或以为机会难得，再兴刀兵。可命养公以大参出巡北部株洲县，统御各镇，以备南唐。令公以为妥当吗？养人权位分倒是够了，只是不曾预闻北事。这些年带兵盯着的也是福州方面。南唐是大国，代价20万是有的，需要寻一个交过手、知悉内情的单成礼，他倒是更合适些。胡令公说的是。
杨公熟悉的是福州闽粤方向，山川河流、兵甲民情，皆与南唐迥异。那就劳烦杨公再辛苦一遭，领威武军节度使知福州诸军州事，将吴成换回来。臣恭奉大王教命。先王之时，吴成曾3次奉教巡视北边，熟知南唐兵要地理，又是做过丞相的人，能压得住军中那些丘巴。胡令公以为呢？大王说的是，老臣却是把他给忘。那便这样定了，召吴成回王都，拜丞相，持节钺、都、中吴、宣德2镇及苏州、宣州、睦州、衢州，依锦军兵马，以备南唐。臣等奉教。你怎么看？杨军做得很好，养大参确实不是合适人选。胡令公说的没错，然则他举荐沈成礼统军，提携旧部，亦有其私心。杨军召回吴相国，他是系里，亦是7年的宰相，在军中声威卓著，犹在养大参之上。有此人在北疆，南唐纵有所图，也必不能成事。两人权南下为威武军节度使，那丞相府中正好空出了一个参政的位置。郎君心应留后，终属治世用人，不宜开幸进之途。先生知我，先生国事早晚是要入相府的，只是不急在今日。我欲以先生为通儒院学士，随时所用，撰拟教文，以备咨询。还请先生不要推辞。敢不从命？南唐之事虽然紧急，却还称不上真正的大事。包税制，正是。台州包税之制行之已数月有余，藩库殷实，民用一丰。台州藩库仅去年1岁，便结余了8万民钱，10万匹绢。这还不算宁海博弈物的收益。更要紧的是，5县之地多出了13500口人，其中将近7县丁口，相当于吴越国中竟多出了1县之地。此皆郎君之功也。这不是我之功，是包税之功。我心意已决，在国中一军13州86县，全面废止先征后粮等苛政弊政，推行包税之制。乃见税赋流弊久矣，明目之繁，苛责之重，苦民之烈，于斯为甚。今大王体民勤，恤民生，推包税之制，革固鼎新，严役宽明。凡境税赋，即于某甲一例相承，后计均分厘数，此与衙吏无涉，则贪赃枉法可避；数目一统恒定，则民累伤富可减。水丘招劝死了，身首异处，满门抄斩，可惜了。胡进死了，拜丞相，知国事，九郎能吞下这份伤痛，真可谓相忍为国了。